最近有不少媒体报道了一则新闻，美国糖果巨头马氏官宣收购零食制造商家乐氏，总对价高达360亿美元，成为包装食品行业有史以来最大并购案例之一。说实话，刚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，真的很懵。马氏我知道是谁，手握士力架、德芙、绿箭等一大堆知名品牌，但家乐氏是谁呀？他凭啥值300亿美金？于是赶紧查了下。原来家乐氏也是个食品巨头，旗下著名的品牌是品客薯片，曾做到过全球第一的市场份额。等等，品客薯片又是谁？想了想自己平时吃的薯片，基本都是乐事、可比克、上好佳等等，品客倒是第一次听说。深挖之后才搞明白，品客主要做罐装薯片，是世界首个罐装薯片发明者。但因为国内铺货渠道少，营销不给力，价格较贵，又被乐事狠狠压制等原因，知名度一直起不来。但这不代表品客没实力，相反，品客在薯片界可谓独树一帜，有很多遥遥领先的发明，背后藏着一大堆有趣的故事。所以这期视频咱们就来聊聊神奇的薯片品牌品客。众所周知，薯片最常见的包装是袋装，为了防止薯片破碎和氧化，还得充入氮气。但即使如此，袋装薯片还是会在运输中崩碎，吃起来既影响口感，又容易弄脏手指。而且气鼓鼓的包装袋不方便携带和存储，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末薯片诞生后就长期存在，人们也想不到什么好的解决方式。直到1956年，在二战后掀起的薯片热潮中，宝洁公司经不住诱惑，决定进入薯片市场，并且发誓要砸重金改变现状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手握海飞丝、飘柔、潘婷等众多品牌的日化巨头宝洁。不要感觉奇怪，那个时候的宝洁食品业务做得蛮大的，咖啡、饮料、花生酱等都有涉及，多一个薯片业务很正常。为了研发薯片，当时宝洁公司就把重任交给了一位叫做弗雷德里克·鲍尔的老哥。鲍尔是位有机化学家和食品保存技术人员，在宝洁公司从事食品研发工作。接到任务后，鲍尔埋头苦干2年半，哦不，准确说是2年，还真就搞出了新花样。他从薯片的制作方法到形状再到包装，全都给彻底颠覆了。OK，小伙伴们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，下面咱们一个个细说鲍尔老哥的创新。首先是制作方式上，传统的薯片就是马铃薯直接切成薄片，然后下锅油炸至酥脆，真正的纯天然食品。但这个制作方式注定了薯片的形状、大小和重量不固定，油炸后易碎难以避免。鲍尔老哥心想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每一片薯片都长得一模一样呢？于是他直接从底层逻辑入手，放弃马铃薯切片的方式，而是直接把马铃薯磨成粉。为了增加马铃薯粉粘性，他又继续混入少部分的小麦粉、玉米粉和大米粉，一起和成面糊糊，再压制成纸一样薄的面饼。最后把薄面饼用机器切成统一形状大小的片片，送入模具塑形油炸，撒上香喷喷的调料就制作完成了。相比于传统薯片，粉末压制的更具有入口即化的口感、均匀的色泽以及规整的造型。看到这儿，不要怀疑咱跑题了，其中规整的造型才是创新的关键。因为鲍尔老哥把薯片卷成了双曲抛物面型，也就是马鞍形状。理科生应该都明白，双曲抛物面的几何特征让它具有奇怪的力学特性，不仅能承受拉扯，还能承受堆积。在受到拉力时，双曲抛物面的凹面会承受张力，而在被挤压时，凸面部分也可以承受张力，所以薯片再薄也异常稳固。比如，就有个高手用马鞍形薯片稳稳地搭出了一个圆环，而且不借助任何胶水。甚至还有人做过实验，直接把对着垒起来的马鞍形薯片开一枪。虽然绝大部分薯片都碎成渣渣了，但最底下的几片还能保存完整。那么又有小伙伴要担心了，这么坚固的薯片塞进嘴里能嚼碎吗？这就想多了，人类的咬合力在22.4至68.3千克之间，怎么可能嚼不动薄薄的薯片？而且马鞍形薯片的稳定结构注定了要么不碎，一碎则变成小碎片，带来只碎于口不碎于手的松脆感。得益于此，薯片就不再需要充满氮气的包装袋了。鲍尔老哥转头又发明了锡箔牛皮纸卷起来的薯片罐，这样相同大小的薯片可以排一列，易于运输。于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密封式的罐装薯片诞生。自此每个薯片也都有着相同的大小、形状和重量。对了，这其中还有个非常离谱的故事。鲍尔老哥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，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对子女说，死后请把我的骨灰装进品客的罐子里吧。没想到2008年他归西之后，子女还就真这样做了。
以至于到现在，人们纪念鲍尔的时候还习惯性地摆上一罐品客。你以为品客薯片的发明到这儿就结束了吗？ No No No， 品客有3位创始人，鲍尔老爷子只是其中的关键，还有另外2位辅助人物，分别是数学家列帕和科幻小说作家沃尔夫。下面咱先重点介绍列帕，他的贡献是改造品客的口味。其实品客薯片刚上市的时候，销量差得离谱，差点混成宝洁历史上最失败的产品之一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不好吃。前面咱说过，品客它不是土豆原切，而是淀粉合成的，味道肯定差点意思。焦急的宝洁公司只好重金请高人来改善口味。于是数学家亚历山大·列帕隆重登场。不要问为什么是数学家，可能数学家的脑洞更大吧。关于这位老哥的资料不多，流传最广的是他在宝洁工作期间总喜欢奇思妙想，研发各种口味的产品，以至于有些他研发出来的口味宝洁都没勇气量产。而且老哥脾气也很古怪，经常半夜跑到实验室，在实习生桌上留下一道微积分题目，如果第2天哪位实习生没答出来，就会被无情的辞退，如果答出来了，他就加大难度继续出题。但这怪脾气的老哥也确实有些实力，经他改造过口味的品客薯片受到了广泛欢迎，直接让品客起死回生。至于另一位创始人沃尔夫，他的贡献则是为品客设计了用来大规模量产马鞍形薯片的机器。这位老哥同样有着传奇的人生，前半生的身份是个优秀的机械工程师，入职宝洁后专心研发薯片机。据说他做事特别固执，为了评估品客薯片的空气动力学，从而适配流水线速度，他直接跑到 IBM 借用了超算电脑来模拟。后来这位老哥不知道是咋了，研发完机器就在宝洁开启了长达16年的摸鱼生涯。上班摸鱼写三体的刘慈欣都知道吧，沃尔夫老哥也是摸鱼写科幻小说，而且同样是很牛叉的科幻小说，代表作有《新日之书》，甚至拿过2个号称科幻界诺贝尔奖的星云奖。OK， 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品客薯片诞生的背后，一个个全是人才。咱写了几百期品牌故事，从未遇到过这么离谱的。要不是维基百科上真这么记录的，咱都怀疑是不是营销号瞎编的。好了，回到正题。20世纪80年代，口味调整完毕的品客薯片重新上市。为了打开销量，宝洁公司找了很多明星拍广告，其中就包括当时的美国著名演员布拉德·皮特，他出演的一段海滩男孩广告片让品客薯片爆红。到1990年代末，销量就超过了5000万箱。曾有数据显示，美国人每天会消费3亿片品客薯片。但品客的爆红也引来了一些麻烦，比如就有眼红的同行带节奏，品客到底算不算薯片？前面咱们提到过，品客薯片的制作方式不是马铃薯原切，而是马铃薯粉混入其他粉末烤制而成的，理论上称之为饼干更合适。于是市面上分出了2拨人，一波支持品客是薯片，另一波则持反对意见。宝洁公司的人听了也不服地表示，品客原材料里马铃薯占比 42%， 凭啥不是薯片？两边意见不统一，一度闹到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那边。FDA 的老哥左右为难，两边说的都有道理，确实不好定性到底算不算薯片。FDA 后来只能另辟蹊径，把品客定义为由脱水马铃薯制成的薯片，并且不允许其用美式英语的薯片来做宣传。品客听到判决也没再反抗，直接钻了个空子，把包装袋上的薯片 chips 改成英式英语的薯片 crisps。但实际上 crisps 这个词除了北美，在哪里都是薯片的意思，对品客也没造成什么麻烦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多年后的2008年，英国突然把品客给告上了法庭。因为英国要缴纳马铃薯制品增值税，但品客为了逃税，在英国死活不承认自己是薯片。不知道法官是被忽悠了还是咋的，竟然真的以品客马铃薯含量不足 50% 为由，判定品客不属于薯片，可以免除 15% 的薯片增值税。有意思的是，仅仅过去不到1年，在2009年5月，法院又反悔了，突然撤销之前的裁定，认为品客就是薯片，必须交税。自知理亏的品客只好乖乖补税。说完品客在国外的奇葩故事，再说回国内。1987年，肯德基让咱们认识到了什么是薯片，但限于国内没有企业生产，薯片全都靠进口。到90年代，品客突然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进入中国市场，竟然有零星的品客爱好者，这让品客意识到中国是个忽视了的庞大的薯片消费国。于是在1997年，品客被引进到国内。彼时的品客是世界第1薯片品牌。
但来到中国，本土化一直做得很差，完全比不过乐事和可比克。特别是到2000年之后，宝洁转型，决定专心做日化，剥离食品业务。近年间，相继出售了继父花生酱、福杰士咖啡等业务。至于品客薯片，当然也逃不开被抛弃的命运，可惜一直没人买账，最终拖到2012年才以26.9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家乐氏。这期间，品客薯片相当于宝洁的弃子，在国内压根儿没怎么宣传，错过了大好发展时机。而且卖给家乐氏之后就更糟糕了，因为家乐氏本就在中国没啥业务，本土化营销做得很差，甚至家乐氏还把品客的量变少了，价格提高了，在作死的边缘疯狂徘徊。对了，国内卖的品客薯片其实是家乐氏和益海嘉里合资的，直白的说就是益海嘉里代工的。咱也没吃过国外的品客啥味道，但有不少小伙伴表示，益海嘉里生产的品客薯片味道大不如从前。最后，这次传出的马氏收购家乐氏新闻，对品客薯片爱好者来说或许是个好消息。马氏非常重视国内市场，营销水平也相当的高，士力架、德福、绿箭等品牌做一个火一个。如果把品客交给马氏运营，重新定位、重新营销，再把口味和性价比调整下，说不定会有惊喜。